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今天呢，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区块链的协作，然后还有这个回顾一下DAO 这个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的运作。之所以这种协作方式以及DAO的形成是可行的，也是因为有这个区块链的这种技术底层的支持，也就是有这种 infrastructure， 然后能够让人们通过这个单纯的网络啊，然后以及在链上的这个智能合约来去执行和推进一些事情的发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经过快10年的发展，也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出现。然后，但是呢，始终这部分还是在一个就是发展的过程中。然后所以今天呢，也是来回顾一下，然后看一看整体这个就是对DAO的一些新的思考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对，那其实，在介绍这个DAO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开源。实际上，其实为什么要讲开源？就 open source，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开源代码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feature， 因为很多区块链的项目也都是基于开源来去做的，包括大部分的这些底层的公链呢，我们看到的，包括比特币啊，这个以太坊都是基于开源的项目去开发的。其实所以它开源的这种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一个开发模式，所以它很 fit 这个区块链的开发，然后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那根据这个维基百科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开源是免费提供源代码，然后呢可用于可能的这种修改和重新分发。产品包括使用这个源代码，然后设计文件或者是这个产品内容的许可。然后呢，开源的模型是一种这种鼓励开放协作的去中心化软件开发模型。那开源软件开发的一个主要原则呢，是同行这个生产，然后源代码、蓝图和文档等产品都是免费向这个公共开放的。那软件中的这个开源运动呢，其实也是始于对这种专有代码限制的一个回应。那开源在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中呢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熟悉的这些大部分的项目呢，也都是遵循这个开源协议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比特币、以太坊，包括 Solana、Polkadot、Cosmos 这些的公链其实都是开源的。那开源是可以去促进人们的这种共同协作以及创新，然后还有这个社区的建设以及交流，使得人们不仅可以使用到产品，还可以获得其背后的这个开发代码呀、设计文档啊、材料等等，进行学习探索。在这基础上，然后可以进行一些创新和改进，所以提升了很多这种生产力以及创造出来很多价值。对，所以它也与这个区块链的这种开发是一拍即合的。那开放源代码是由这个 Debian 的创始人叫 Bruce Perens 他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写的这几个定义呢，就大概包含了所有开放源代码所包含的一些 features。那第一种是叫这个自由再散布，也就是 free distribution。那这个就是说去允许获得源代码的人可以自由的再将此源代码去散布，也就是说我可以使用这个源代码，然后我再散布出去，这些都是 free 的，都是自由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源代码本身，然后呢程序的这个可执行文件在散布的时候呢，必须是以这个随附完整这个源代码，或是呢可让人方便的在事后获得源代码，也就是说源代码也是共享的，然后别人都可以随意获取。那第三个是这个派生著作，也就是 derived works。那这个是让人可依此这个源代码修改后呢，再依照同意这个许可协议的情况下再去进行散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在一个原有的这个开源代码的这个项目上，然后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改进，然后同样还是以开源的形式再把这个就是派生著作后进行改进后的代码再发布出去，然后散布出去进行开源。那第四个呢是这个原创作者程序源代码的一个完整性。那这个呢就是叫 integrity of the author source code。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即使是修改后的版本呢，需要以这种不同的版本号码，然后跟这个原始的代码做一个分别。这样的话是来保障这个原始的代码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原著这个就是作者他写的这些代码应该是要保持它一个完整性，所以任何的改动都要在它的基础上重新迭代出来一个版本。对，第五个呢是这个不得对任何或团体有差别的待遇，也就是 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rsons or groups。那这点呢，实际上就是说开源代码的这种软件，它不得因这个性别、团体、国家还有这个 race 就是族群等设置一些限制，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这种规定。就比如说像美国政府限制这种高加密的软件的出口。对，那第六个是对程序在任何领域内的利用不得有差别待遇。这个就是说
就是不得限制任何的商业使用。那第7个是这个散布许可协议，就 distribution of license。那这个呢，就是说若软件再去散布呢，必须以同一条款进行散布，那也就是说是在同一个开源的这个许可情况下。然后第8个呢是许可协议不得专属于一个特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若多个程序组合成了一套软件，则就是只有这个某一开放源代码的这个程序单独散布时，就也必须要匹配这个开放就是开放源代码的这个条件。对，就是那第9个呢，实际上是许可协议呢不得限制其他软件。那当一个开放源代码就是软件与其他非开放源代码放在一起散布的时候，那其实你就不能限制其他软件的授权，也只遵循这个开放源代码的授权。也就是说，如果我一部分是开源的，一部分是不开源的，那部分不开源的还是不可以开源的。对，那这个许可协议最后的一个是说，许可协议必须技术中立，也就是说technology neutral。那这个的话就是许可协议不得限制，就是说只是为电子格式而已。就比如你的代码是打印下来在纸上，然后进行这个散布或者怎么样，这个许可协议它也是视为有效的。所以它这个对开源进行的这个定义这一块虽然比较多比较复杂，然后但是这块还是很全面的去来总结了一下这个开放源代码的一些定义，然后希望大家再去了解就是在软件开发这块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开放源代码促进会，叫 Open Source Initiative， 叫简称 OSI， 他们也比较很有名的一个组织。然后呢，他们是开放原始码的一个组织，是全球最重要的去推动这个开发和开源这个软件发展的一个非盈利的这么一个组织，在业界也是非常有权威性的。然后他们呢去来概括，就是说有哪些开放源代码的产品。那下面其实就是这么7个，就第一个是这个 open source software， 就是开源这种软件。那第2种是开放的硬件，开源硬件，就 open source hardware。然后呢，第3种是 open source video games， 这些就是开源的游戏。然后呢，第4个是 open source record label， 这个就是说是跟音乐相关的开源唱片厂牌。对，第5个是 open source film， 这个是开源电影。然后第6种是有一种叫 open source cola， 就是可乐。然后这个是可口可乐，应该是可乐开放的这种 recipe， 就是把可乐的配方，然后是作为一种开源的形式散布出去。然后第7个是这个 open source content， 其实就是开源的内容，这部分可能到涉及一些创作上的东西。对，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熟悉常用的这些技术工具以及娱乐等等都离不开这开源的产品与应用。那从开源的这个PC 端应用呢，到各个类型的这些软件，比如说像这个 7zip 压缩软件，然后包括 Chromium 这个浏览器的背后的那个 engine， 然后还有操作系统，比如像安卓，然后像 Ubuntu 这种 Linux。还有 Firefox 就是火狐这个浏览器也都是开源的，然后包括那个编程语言像 Python， 然后 Solidity 就是 Smart Contract 这个 Solidity， 还有 C++， 然后再加上 Swift、PHP 这种去做网站的 Webpack 的相关的一些代码，这个和这个就是语言都是开放的、开源的。那包括像背后的这个服务器软件，像 Apache， 然后 MongoDB， 然后以及 Arduino， 这些也都是开源的项目，然后包括像 MySQL 这种去管理数据库的 database 的。对，然后在内容方面，比如说像这种维基百科，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开源的一个平台。那其实如果没有开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这个世界上会有多么的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个科技进步的速度也会放慢很多。所以除了开放源代码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license 以及开源类型，比如这个开源软件，然后还有自由软件，这都是对这种开源的不同的一些定义。然后呢，具体在对使用、分享，然后以及开发上的协议呢，界定都有特定的不同。那可以说，这个自由软件是这个开放源代码的一部分，但是呢，开放源代码软件不一定是这种自由软件，所以具体的还是要看它是否满足这个自由软件协会对开源的一个定义。那我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因为这背后涉及很多的商业模式、以及商业这种变现上的一些就是一些限制。那开源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些定义。那关于这个开放源代码的一个运动呢，其实是在上世纪非常重要的，然后它结合了一些黑客文化以及这个哲学、政治思想上的运动，所以开源呢实际上也是上升到了一个思想和哲学的层面，它有一个更高层的意义，然后不光是针对这个软件与计算机层面的一个应用意义。那这个 license 就是开源与这个自由软件的许可证呢，其实也是非常至关重要。那可能很多做开发的朋友们大概都对这个许可，也就 licensing 都有一些认知，也就是说，你想要在开源的前提下，你应该去满足这个协议以及这个许可协议。然后呢，像比较著名的这种就是 license， 就是那个 MIT 的那个开源协议，那个的话就是相当于非常简单，就是你在你的代码上，如果你想把你的代码开源，
你只需要把它的那个就是 license 那一套那前提写的那个许可协议粘贴到你的代码的这个抬头那儿就可以。然后这样的话，别人拿到你的代码知道 OK 这是开源，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在上面去使用，随意去使用。包括像这个 MIT 的这个 licensing，如果是这个代码开源，然后你也可以去把它商业化，就是对，但是它有一些闭源的，就是许可证，但是在这些就非常复杂，所以这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大家去自己判断。那其实是这个 licensing 呢，其实也是由多个这种开源自由软件基金会等等这个共识下的一个结晶啊。然后它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发展，然后在许多国家也被纳入了这种法律范围来保护开源的一些自由。那这些开源协议和许可的来源呢，完全是来于这个软件的社区。然后，所以其实区块链大部分的成果也是来源于这种开源的社区，然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或者国家，而是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社区。所以，总之呢，关于对这个开源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对这个软件的一个许可，还有这个版权的各种各样的界定，然后它是对这种就是了解区块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有助于我们对软件技术社区的一个更深的融入和了解。那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我们要在介绍区块链的协作下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下铺垫，这个对开源的这个概念以及历史。那之前其实像 X16Z 就是这个VC， 它也做了一个叫 Can Be Evil License， 主要是针对那个就是 NFT 那块相关的做一些开源协议的许可。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把这个 article 粘到这个 description 里，当然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探讨。OK， 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还是回顾一下道吧，就是这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那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呢，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点是去中心化，第二个点是组织。那第一个点呢，关于去中心化，我们之前视频中大概在宏观上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道的大体的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去中心化与 Web3 或者说 Crypto 还有 Blockchain 本身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源不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人手中，那决策的条件与能力分散在这个参与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最大化的去来限制权力在个体的身上。所以将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呢写死在智能合约中，达到条件去执行，然后来保证这个决策的质量，以及降低过多这种人为的这种对组织的独裁干预。那早些时候 The DAO 就是在以太坊上那个 The DAO 是非常著名和典型的这么一个项目。The DAO 的运作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简单，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投资人看中一个区块链项目后，都可以发起一个提案，然后呢，每个投资人都可以根据持有的这个代币，也就是 DAO tokens 来进行对这个投资提案的一个投票和表决。那这个 token 是带有这个投票权然后呢13天以内呢，得到20%的人参与投票，然后即视为这个表决是有效的。所以如果裁决结果，然后就是为支持这个投资某个项目，然后这个DAO呢的 DAO 里面的这个智能合约就会将自动的这个把这个投资该项目的这个需要的资金，然后拨付到一个专项的一个项目中，叫 Child DAO。然后28天后呢，这个项目资金它会自己解冻，然后呢就可以被转账给到这个项目去来使用。所以它相当于是把这个 VC 风险投资的过程，把它做了一个通过这个智能合约的算法去来把它写死，然后做成了一个DAO。OK， 那其实关于第二点呢，就是组织嘛，对吧？关于组织方面，组织的定义呢，实际上是指一个群体的人们，然后为了特定的目标和意义在一起共事，然后达到目标，然后并创造价值。那DAO的一个核心点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所以它在决策权、管理权以及 ownership， 也就是所有权上都进行了对传统这种运作方式的一个颠覆。那DAO大致有3个好处。第一点呢是说，基于现在对这个这种组织的一个形式的优化，然后成本是可以降低的。因为呢，DAO主要都活在互联网中，然后公开的这种形式运转，所以从运营开支和成本上是不需要物理的这么一个实体，然后省了很多钱。那第二点呢是DAO的一个合规性也不难，因为首先DAO的这个运作方式呢，相较传统的组织实际上透明了更多。那关于收入、财务、纳税等等，实际上也很容易进行尽调和这个审计，所以完全可以在目前这种司法和监管体系下去运行。那第三点呢，就是基于区块链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运作，那它底层的这个技术的 infra。然后呢，是可以保证DAO的运作，这不出现一些大的问题。但是DAO的这个成败的关键呢，还是需要这个看智能合约开发的质量，以及底层的这个规则与逻辑建设是否合理以及完善。OK， 那我们再往深一点去讲这个DAO的这个 deep dive。那其实DAO呢，我们认为可能它是就是说怎么拿4个词来去概括它，它其实是由这个共识加上这个通证，然后再加上智能合约，再加上智能算法，这么4个部分来去共同组成这么一个DAO。然后呢，首先呢，就是区块链在某种意义上对人实际上是一种隔离，因为这个匿名性以及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运作方式呢，实则都是在剥削这种削弱人类的权利。那我记得之前在一本书中就叫做 Sovereign Individual，
里面看到这个就 Peter Thiel 给写的这个前言中，他简洁提到当时这个 AI 和 crypto 背后代表的两个意识形态，那就是 AI 呢需要大量的这种中心化与集中化的数据库和服务器来进行训练和处理，所以为什么可能中国会更 favor AI？然后除了在商业上这个政府进行监管与控制，AI 可以帮助他们让这个权力更加的集中与巩固。但是 crypto 呢，则更加 liberal， 也就是倡导这种民主然后去中心化以及自治。那这与 AI 的发展方向其实是两个极端，但又是呢，两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在未来可能会让这个世界走向一个多极化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其实之前在道的管理中呢，就是也在 DeFi 中也经历过很多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像这个以 MakerDAO 为例。那它有两件事情非常需要去管理好的，就是这个上次我们讲的，一个是金库，再一个是它带的这个稳定费率。那发行治理这个币，就是这个 MKR 这个 Maker Token 来管理金库，听起来就是很好。但是呢，那有人可以用这个闪电贷去借到 MKR，然后让自己被列入这个白名单的提案，然后得以顺利的通过。那这样 MakerDAO 的治理策略实际上就瞬间幻灭了，所以它还是有很多漏洞在那儿。那事实上呢，在 DeFi 这个领域呢，人类协作沦为少数人的这种利益勾兑。以钱，然后治理钱的这种一些荒谬的逻辑，然后让 DeFi 几乎变成了一个这种开发者和土豪们之间自己的这种，就是玩来玩去，然后就割韭菜的一个方式。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其实 AI 在道的参与中也可以加入进来，去来削弱更多，就是说人的参与，其实是要限制着人性。所以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对道的一个重新定义。那其实，那道呢，并不是以一个，其实我们重新再思考一下，其实第一个是说。道并不是以一个人为核心的组织，其实道的运作是中立的，然后呢，承接了这种区块链的 trustless 的一个中立性，然后本质上需要遵循这个区块链的价值观，但是呢，需要人们去来进行一个高质量的协作以及高效率的这种设计，所以道的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那我们再想一下 AI 的角色是什么？虽然刚才我上面说了，就是 AI 的角色可能更偏中心化，但是呢，AI 也在这个区块链中会有很多结合，就比如说这种我们已经看到 AI trading，然后在一方面的话是类似于这种 banker 的这种当时带来的这种 AI market maker， 也就是 AI 自动的这种做市商，去掉人的这种撮合式的交易，那它也颠覆了这种传统的交易模式。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更多应用上还看不太到，因为第一点是说这 AI 的发展还没有那么成熟。那虽然最近有很多突破，就比如说这个 ChatGPT 啊，或者一些 AIGC 的这个生成内容的模型，什么 Stable Diffusion，但是呢，我们逐渐应该是会看到更多 AI 加入到这个就是 blockchain 的群体中去来做一些开发。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区块链，比如像这种以太坊，它的发展还没有到可以大量承接 AI 这种开发的应用的这种能力以及基础建设，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 still early 在这个上面，就还是比较早期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刚才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组织的那个定义实际上呢还是以人作为核心的，也就是说人的权利在组织中起到关键的一个作用。但其实很多层面上呢，关于组织的运作效率以及方式呢，恰巧是因为人的权利，所以得不到合理的制衡，然后才出现问题。所以在比特币与以太坊类似的这种区块链探索中呢，就他们自己本身这个区块链实际上就是一个道的运作方式。那算法和规则呢，将人们这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去来去中心化，那依托这个 software 和算法来去自动的进行记账，实现这种不可篡改，然后以及是安全。所以其实呢，在整体上就是说，在区块链本身和道本身，我们都需要将这个人性去关进牢笼中，才可以让它这个自动化的去运行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这里呢，就是我是引用了别人的一个思考，就是这个也是 Coinbase 和 Paradigm 两个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Fred Ersam 和那个 Dan Robinson 在2020年11月28号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叫这个 Governance Minimization， 也就是治理的最小化，讨论这个道的这么几个核心。那第一点呢，实际上去思考 ，OK， 那可信的这个中立性的核心是可靠的可依赖。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就比如说是用户或者开发者，能够在确信该协议不会发生变化而背叛他们的利益前提下，然后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与一个协议去来交互，然后或者将自己的就是说项目构建在其上。那这就意味着说协议需通过这种就是避免沦为任何特定群体的一个傀儡，然后进而保持可信的一个中立性。那也就是说中立性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可信的中立性是当今这个区块链主要的一个价值的主张。那可信的中立性呢，能为这个区块链的 DApp 中锁定的这个价值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然后呢阻止这种价值被盗窃啊，或被锁死，或被限制等等。其实这是我们看到很多 Web2 的公司的一些问题。那这些价值就是既有实体的，比如说是资金，也有可能是抽象的，比如说开发时间、用户等等，这些都是，也就是说不可以让这么一个中心化组织来去控制所有整个平台。对，所以要保持一个中立性。
那第3点呢是这个治理最小化。那治理最小化意味着就是可能减少权力以及对这种治理的依赖。那治理最小化是很重要，因为它支撑了这个协议背后主张的这种可信的中立性。那治理最小化往往可以提高这个该协议的这种可信的中立性的这种程度。那治理最小化的协议呢，应该在未来将迎来很多最广泛的应用。那它这是一项就是开启信任与采用之间的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然后呢，它的一个核心属性，所以并且能将这个强大基本的这种工具掌握在所有创建者手中。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去为整个加密生态的这个系统创造更多机会和带来更快的这种发展。那其实呢，像最后呢，这个到它的一个就刚才说了，它是共识、通证，然后加上智能合约还有智能算法。那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个通证呢和智能合约是这个区块链的2大这个硬核吧。那对于就是说未来这个道的发展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道它必须要智能化。那所谓就是说它能进行一个自我治理，就是说智能化，也就是说相当于让 AI 或者说让一个智能的一个 agent， 它来代理人们去来做决策，然后或者说去来管理整个这个道。也就是说，人不再站在最高的这种就是权力决策的过程中，而是说这个道本身是一个智能的、自我去管理、有这个能力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去摆脱就是说人类的这种不良的干扰。那遵循治理最小化呢，就是以及可信度，就是说需要去来遵循这些原则。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看到之前有那个 banker 嘛，他们是把那个智能算法是引用进来，然后去做这种就是自动做智商，其实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那也是这种类似的解决方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未来的这个道呢，几乎没有哪一个是孤立的。也就是说，这个 cross chain internal probability 的话，也是 the future of DeFi， 然后也是道的这么一个未来。就是说，道它不可能是独立的，比如说它每个之间可以相互的去发送请求和回应，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使用的 API， 然后通过类似于 API 的这种交流，可以就是进行建立起来一个 ecosystem， 就是道的 ecosystem， 然后每个道的这种经济模型不能随意改变或怎样，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是一个这个道的话发展的如果足够成熟的话，是各个之间是可以去进行互通，然后这种管理模式的话也是一个偏开放以及有更多交互性的这种方式。对，那最后一个呢，可能是说一个道呢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自然寿命，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非正常的死亡，就是比如说它被黑了或被不良的这种道给毒害了怎样的，就是它可能就是这 ecosystem 不 work， 那此时呢应该也会有新的这个道来接替它。所以大概在未来的道，可能我觉得一个主体就是说它是要更加的去把人性的不好的一面限制住，然后变得更加智能，以及就是有更多的这种方案来去进行这个多个道之间的这种交互。这样的话，可能很多的就是决策呀，或者说整个 ecosystem 发展的可能才会更好。那这部分呢，可能我今天讲的东西比较多，也稍微有点乱，但是呢，可能大家就是可以根据我们所讲，根据我所讲的一些关于道的思考以及区块链协作，有一个可以去也是自己反思一下，或者去来了解一下。然后，因为我觉得本身我个人觉得道在未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去来发展，有很多的潜力，所以我个人也比较感兴趣，说可能之后多看一看这方面，然后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所以之后呢，也可能会给大家再讲更多吧。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们这期的一个视频，然后接下来下一周 Gary 会给大家带来下一期视频，可能会讲一些更多的开源或者说区块链协作的方式。那大家最后别忘记点赞以及like我们的视频，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好，谢谢大家。